皇后金安。佳人子为姬受赏。小公主芈月，太皇太后、皇太后特意赏赐3色锦10匹，银镯1对，9紫圆帘1套，金纺馔1个。不只有赏，还有封。奉太皇太后懿旨，为姬为后宫添福，增徽采税，喜比钟离，封为姬所生女儿为卫长公主。怎么，还不谢恩？奴婢谢太皇太后、皇太后圣恩。还有，微姬，我也有礼物赐你。春玲，诺。我知道你才这样一个佳人子，实在月丰不多，辛苦生下了这女儿，损了身子，这是我的一点心意。让你好好补补身子。谢皇后。沈家，把卫长公主抱给皇后和各位姐姐看看。我来吧。诺。卫长公主啊，你是皇上的心头肉，皇上每日都非要见你不可。将来呀，哪个敢惹你讨厌，就遭殃了。哎，你们不沾一下他的福气，吃亏的可就是你们了。平阳公主说的是啊，怎能不沾小公主的福气呢？小公主果然俊俏，你看这小嘴巴，长得比卫姬还好看呢。小鼻子也挺英气的，可惜不是个皇子。是啊，没想到生个公主。真的啊，你看，这鼻子像极了皇上，真好。卫姬啊，是有女儿就心足了。能生个女儿承欢膝下，也实在是难得。这种福气可不是人人都有的呢。奴婢失礼了，姐姐们来了这么久，都没有好好招呼你们。喜娘，哎，快把我做的糕点拿上来。诺。不必了，我还要陪太皇太后去赏花，你们自便吧。哦，我也先走了。我也有事要走了。哎，姐姐等我，我也先走了。那我也先走了。来。陛下，你看，这一片春雾，真的仿若仙境一般。你还有心情赏景啊？告诉朕，未得册封，难道没有丝毫埋怨朕？怎么会埋怨陛下呢？我们的女儿有赏有封，奴婢从来没有想过女儿能如此风光。至于奴婢有没有封赏不重要，重要的是，奴婢知道陛下厚爱，已经知足了。女儿就是陛下给奴婢最好的赏赐。其实祖母这次真是应该。请陛下不要埋怨太皇太后，太皇太后
自有他的想法。若奴婢刚有所出即获封，必会招致其他人的不满，倒不如顺应了太皇太后的心意。毕竟，知足是福，知止不殆。有你在朕的身边，才是朕的福。你猜我们的小公主现在睡了吗？陛下刚刚一直抱着她不肯放手，怎刚一离开又想她啦？是又怎样？难道你嫉妒了？哇，礼物真是多啊！怪不得平时那么大声叫人的那个都来我这儿帮忙了。哎呀，这些真是点一天都点不完啊！还有这些，一直放在我跟嘉儿房里。哇，这么贵重的宝物你就随便乱丢，不像你的性子呀。我性子怎样了？我就算再怎么贪小便宜，也不稀罕这些，一个个都藏着掖着。有气度的话，就当着皇后的面送给我们子夫啊！别只是下人塞到我们房间里来。哎，生什么气呀？那些嫔妃偷偷送礼，总比偷偷放箭的好啊！你没看见他们那副嘴脸，比放箭还狠，在皇后面前对子夫摆着姿态，句句话都带着刺呢。在这后宫啊，为人处事着实不易，既要得到军心，又不可锋芒太露，得罪权势。哎呀，六宫之首和皇上新宠，哪边都不能得罪。换作是你，你能怎么样呢？反正我看着就是不痛快。要是子夫生个皇子，他们才不会是这副嘴脸呢。哎呀，要我说啊，子夫生个女儿，那才是大喜呀。你就要跟我抬杠是吧？女儿才不会多招记恨。在这帝皇之家，能明哲保身、平安无险，就是福气也。哎呦，那当初我让子夫带嘉儿进宫，是错了。哎，不过幸亏他没被皇上选中，还有机会找个如意郎君。参见陛下。免礼。卫青，你也当舅父了，有没有看过小公主啊？有，小公主聪明伶俐，一进来就已见陛下和姐姐一家人共享天伦之乐。可不知现在禀告公务是不是合时宜啊？朕差点忘了，是有正事要找你们。卫青，朕先与你谈。好。段宏，你还没有抱过小公主吧？来。哎呦，卫青，来。好。这里啊，将近完工。以臣之见，可以在上林苑与建章宫之间再多修建几个园圃，及奇花异木，以助天下浓雾。段大哥，你放松一点。好，像这样，轻轻摇就好。这手放在这儿，然后呢，另一只手托住。对了，就是这样。这里用朱墨画着的，有何意思？这边围墙地基松软，需要再以岩石加固，还有这里的地基也需要重新修葺。哦，现在抱着你的是段叔叔，你知道吗？哦，不哭，乖啊，来，我来抱。这块控制的地方，你准备怎么处理？这是特意为军事预留的空场，可以训练卫卒，整编汉军。好，卫青，你果然是事想得周到，没让朕失望。谢陛下夸奖。你不会是郑清吧？我是段宏哥哥。
段宏哥哥，段大哥，哎，那你姐姐子夫呢？参见陛下。你跟朕说，你与一关外女子有结发之情，这是真的吗？陛下，请听朕解释。乖不哭啊，来，我来抱。长公主最乖了。既曰归之，何有怀之？卫青，你怎么来了？怎么，我不能来吗？段大哥惊慌失措的样子，难道刚刚在抒发什么相思之情，怕被别人看见吗？我只是随意写写而已。随意写写，心有所感，才可以随意写出如此诗句。卫青，你别胡乱猜度。这8个字的意思很明显。从前那心上人，既然已经嫁人，为何我又要思念她？我想请问，那心上人是谁？现在想念的又是谁？你不要告诉我，你的那位心上人就是你放心不下的关外女子，还是她是你的童年玩伴，宫中幽兰，就是我姐姐皇上的所爱卫子夫？不是，不要胡乱猜度。卫青，段大哥，从小到现在，你待我如亲弟，我视你为亲兄。重育以来，你教我宫中规矩，又教我剑术，我视你为良师。我遭人挟持，你舍命救我，我视你为救命恩人。今天我来，不是要逼你，更不是让你难堪，实在是因为姐姐的安危，不吐不快。卫青，起来再说。你对我姐姐的情谊，你承认也好，不承认也罢，我今天看得清楚。我只想问你一句：若今天看到内泄的不是我，而是皇上，后果会怎么样？我自知不该，我也不敢妄想，所以我对天发誓，只会把爱意永埋心底，一心默默保护她而已。你口口声声说要永远保护我姐姐，可是贵人妻室已是死罪，何况是皇上的枕边人，你还有命保护她吗？兰花虽美，可以名花有主。段大哥，你这么做，要置君臣之义于何地？置我姐姐的安危于何地？我何尝不知道其中的凶险？我已经尽力避险，无奈我一直在皇上身边，是避无可避。如果是避无可避，但只有一个字：走。
只有一个字：走。说来奇怪，我时常经过这里，往返未央宫，从来不觉得这里有什么特别。可今日细细一看，竟发现这里景色优美，尤其是清静的湖水，让我想起我们小时候一起放竹筒灯的那条小河。这里的景色确实很美。当年我跟皇上乘船入宫的时候，经过这里，就让我看得目不暇接。皇上那时候还怕我入宫会受委屈，可我却全无畏惧。宫廷之中的确纷争不断，你和卫青都受了不少委屈，但一切都会雨过天晴。是啊，之前种种波折，不足为外人道，但是都已经过去了。如今种种恩眷，不可斗量，我已经知足了。既然如此，那为何刚刚你的琴声却透出忧伤之情？近日，皇上因为边患挂心，又提起张骞出使未归，至今还杳无音信。这的确是皇上的心头刺啊。原本与皇上约来蔚兰亭赏酒弹琴，皇上却心系边关有变，而我一介女流，没有能力替皇上分忧。边关之事繁杂，的确需要有人分忧。皇上要顾虑的事情太多，其实你一直在相助皇上。之前结案开仓放粮一事，你相助皇上隐瞒出宫调查，不怕冒犯皇太后与皇后。宁臣韩嫣也是因为你关顾下人，才可找到杀他的理由。还有，你为汉室开枝散叶，刚生下第一个龙裔，不也是为皇上分忧吗？段大哥还是这么懂得安慰我。还记得小时候，只要我不开心，段大哥就会吹嘘来给我听，哄我开心。说起来，我好像很久没有听段大哥的嘘声了。都这么多年了，那时候都不会吹，曲都不成调，难得你还笑得那么开心。可是我听皇上说，段大哥现在吹得可好了。啊，很久没有吹了，曲都成旧调，而且我那个土埙早已遗失了。还是不要缅怀往昔了，也不要被忧虑所扰。放心，边关之事，必有人为皇上分忧。建章宫监卫青，得知皇上今日在此设擂，选将练兵，
特来讨教。借力打力。遇左先右，若危若安。欲擒故纵，若往若返。呈上。卫青，朕要问你，为将者，当有何才德？将者智信仁勇严，将领乃一军之长，具备这5项，方可成就王者之师。当中为何以智为先？智者，知彼知己，善用我军之强，攻敌军之弱，运筹帷幄之中。为何为将重信？信乃服兵之本，信者言出必行，赏罚分明，则众士敬而服令。那人又如何？沙场可是九死一生之地，岂能有仁慈之心？仁乃负重之本，仁者体恤下士，身先士卒，则众士归附。好，卫青听风。臣在。你能骑善射，通晓军事，更具备将才，朕就封你为太中大夫，负责训练卫卒，借骁勇之师，灭外敌，平内乱。谢陛下，臣定当尽心竭力，不辱皇命。下去吧。诺。今年设宴赏花不同往年，适逢魏长公主出生100日，那杏花又开得特别灿烂，是吉兆啊！杏树开得繁茂，定是恭贺汉室添了小公主。平阳说得好，魏姬当初也是你举荐。汉室添女，你也算是有功，就赏你金子一钗吧。谢祖母赏赐。依孙儿看，那杏树如此繁茂，是预示汉室开枝散叶，太皇太后福山寿海。祝太皇太后福山寿海。好，好，好，娇儿，你统领众妃，恭敬仁和，我已命人特别准备了烽火树赏你，又给夫人、美人、良人各赏金叶梨1枚，希望你们继续为后宫添福。谢太皇太后。谢太皇太后。魏姬。奴婢在。魏长公主能转身了吗？要是能转了，就赏她玉姬玉床，象牙殿绿熊席。回太皇太后，
小公主还在学。哦，那就赐五色纹玉环吧。奴婢代魏长公主谢太皇太后。还有，赐皇太后、馆陶公主御酒各一尊。谢母后。好啦，现在人人都有赏赐，皆大欢喜啊！祖母，好像还有一个人没有赏呢。啊，瞧我，果真是漏了一个人呐。彻儿还未赏赐。哀家知道，彻儿最近忙于政事，但仍然不忘请安，小道可嘉。哀家就赏你“准奏”2字。谢祖母。魏姬上前。之前朕向太皇太后请旨，册封你为夫人。今太皇太后赏赐准奏。哀明，小的在。命知然署预备女官残服，让太史令择吉日，正式册封魏姬为魏夫人。诺。谢太皇太后，谢皇太后，谢陛下。太皇太后万安。祖母万安。秋萍，你先下去吧。诺。怎么，还在生气呀？以往皇祖母来，你不都是殷勤相待吗？孙儿贵戚不在了，比不上兰陵殿那些野花野草，又没有媚术，博不了皇上欢心。如今，连平日最疼爱我的祖母，也不在乎我了。你这孩子啊，连哀家的心意都不明白，真是枉费哀家的一番苦心。哀家这个当皇祖母的，一要护你的面子，二要保你的后位，三要让皇帝宠爱你。你要体谅哀家的难处啊！祖母难，就因为疼我太难了，所以今天就护着别人。唉，当年说好1年不封，如今1年有余，魏姬现在连孩子都生下来了，却迟迟不封，为的是什么？为的就是皇后的颜面。那祖母今天还……哀家虽然这样处事不公，难得魏姬仍孝顺如故，皇帝也不计前嫌。如果哀家还不册封，就难保皇帝对你不再宠爱了。孙儿错怪祖母了。可是我今天真的难受啊！所有人都在看我，他们都像看好戏一样。娇儿啊，身为皇后，这种事是必经的。今天是魏姬，明天又会是其他妃嫔，这种场面一定有你的份儿。你受不了，又如何当皇后呢？我错了，
都是娇儿的错，是我心胸不够豁达，又多年无子，辜负了祖母的厚爱。有所出如何？无所出又如何？哪怕魏姬生的是个儿子，又如何？不是皇后亲生，将来最多也只是封个王，替汉室做边疆藩平。娇儿，你还年轻，路还长得很呢。你记住，你永远是皇祖母的心头肉。娇儿会永远服侍祖母，会永远孝顺祖母，会做个听话的孙儿的，还要做个会体贴的好妻子。彻儿这阵子为边关苦心竭力，你就别再任性了，知道吗？娇儿明白。去西域，朕不准。张骞出使好几年了，至今杳无音讯。你要替朕去找，去哪里找？每次西域稍有异动，陛下都忧心忡忡。要张骞出使，就是望他带回西域的山形地貌、军情布局、物资民丰，以求知彼知己，将来百战不殆。这是艰巨，不能急于一时。近日外敌多有蠢动，危机更大。你不必冒这个险。陛下，正是因为外敌蠢蠢欲动，更需要了解西域，窥其全貌，以图谋策。陛下虽未明说，但臣明白。朕问你，你突然要往关外去，是要寻找那结发女子？若是为此，朕派人替你找。陛下，臣已不再眷恋旧情，决心割断情丝。此番前去，只是因为佩服陛下雄才伟略，爱民如子，愿效犬马之劳。你可知去西域是九死一生？臣曾驻守边关，熟悉当地风土人情。此番出使寻找张骞，打探外敌虚实，臣比任何人都更能胜任。陛下，臣孑然一身，了无牵挂。如能为君分忧，报陛下如山厚恩，乃臣之所愿，请陛下恩准。魏姬急找我来，所谓何事？本来我封夫人，弟弟封太中大夫，都是好事。本想设宴同欢共乐，可是却听说段大哥请旨出使西域，这叫我怎么也高兴不起来。我大志能展，魏姬该为我高兴才是啊。可段大哥，想必你也知道，西域边境灾祸不断，外敌横行，盗匪不绝。就算你想建功立业，也不用非选这种地方。段大哥是不是有什么苦衷？既然说过大家亲如一家，若段大哥有什么事，就说出来，我们好替你分忧啊。子父，我确实心中不快，因为抱负难展。卫青练骑射，学剑法，读兵书，擂台挑战，力取官位，为的是什么？不也就是因为血拼沙场，护国为家，扬眉吐气吗？我虽非将才，皇上亦待我不薄。这次有机会一展抱负，也算凭自己的本事尽忠于皇上。可是，子父，男儿志在四方。如今卫青贵为太中大夫，证明他既能保国，自然也能护家，我就放心了。你们不用再劝，就让我做自己想做的事吧。
那段大哥何时动身？后天有事。这么匆忙？后天是我的册封之日，那这么算下来，我无法为段大哥践行了。不用了。那怎么行？段大哥像我的亲兄弟一样，怎么能就这么走呢？段大哥，可否延迟几日再走？待我册封之后，设宴为段大哥践行。我想皇上一定会同意的，好吗？子夫，你是想要编一个平安节吗？系腰间土勋上就不会掉了。要不再劝劝段大哥，叫他别走了。西域可真是挺凶险的，已劝不来了，何况他是为皇上分忧，我该感激才是。你也别担心了，男儿志在四方，不止段大哥，卫青也是要上阵杀敌的。建功立业、兴国安邦固然是好，能够平安归来才是最重要的。即使有万般不舍，我们可以做的也只能是祝福了。这平安节，你来编吧。易大叔，听外边的卫卒说，你明天有时跟大队出发啊？不是说好了和大家践行话别了再走吗？皇上都已经恩准了。早走晚走都要走，践行的话只会徒添伤悲罢了。哎，易大叔，你来找我是？哦，坐下再说。这里面有各种单方膏药，可治内外的伤损，保你路上平安。多谢易大叔。你这一走，千难万险。边关告急，如今正是报答圣恩的机会，更是为了你那心上之人。我不太明白易大叔所指。明白也好，不明白也罢，我们兰陵殿所有的人都和你的亲人一样，有些话就不必多说了，心里明白就好。来，我给你做了些蒸饼，来，我们喝一杯，就当是给你话别吧。好。吃啊！这蒸饼啊，是子夫教我做的。你若是觉得合胃口呢，我就再多做一些，让你带在路上吃。易大叔是早知道我会随大队离开，不想让大家伤别离吧？那次你受伤，我多次来这里替你备补汤，见你疼惜幽兰，爱护卫青，那份深情厚谊，在饯别之时，如何承受得了啊？我敬易大叔。好。你这么一走，真的再别无牵挂？当然有牵挂，尤其是兰陵殿里所有人。不过皇上为了边疆之事烦忧，身边人又哪能安乐？为皇上解忧，也是让其他人舒怀。看来你的走，也是为了爱。如今子父封了夫人，卫青做了太中大夫，兰陵殿不会再受欺负了。
况且还有易大叔在，不是吗？指望你能多多保重，既能完成皇命，又可以治好你的心病。来，叫。卫子夫上前听风。皇上有旨，卫氏子夫贤良淑德，诞下皇女，慈范堪家，特封为夫人。从此承续懿德，福泽后宫。令皇上赏卫夫人金银各500，绫罗绸缎50匹。臣妾谢皇上圣恩。恭喜卫夫人！谢谢各位姐姐。我早就说过嘛，妹妹封夫人是迟早的事。魏夫人以后可要多多照应我们姐妹呀。我们是一家人，心连心。我只求大家和和乐乐。段大哥，今日一别，不知何时才能再相见。这里的一切就拜托你了。公孙兄，我的兄弟就是你的兄弟，拜托了，放心吧。告辞。出发！之前呀，想留他们都留不住，可现在天都黑了，他们才肯走。那瑶姬刚才一直说些体面话，还说到门口去了，说不定到时候一个变脸，冷言恶语又都出来了。子夫，母亲，你不是要去拿皇上御赐的陈酿吗？哦，我现在就去。子夫，哦，拿着。我这就给他送过去。不用了，他已经走了，恐怕已经到了宫门。相思路，魂飞哭，明月寒烟人孤独。蝶舞花，卷飞舞，几番相思却年年虚度。冷风月，几回圆，孤灯寒夜愁难眠。花无主，孤飞燕，
你还记得他是谁吗？他是我们从小的玩伴。你是段宏哥哥。你还记得？忘不了，忘不了。子父每当在荒野，就会想到段宏哥哥这颗北斗星。等等！西门仆宴段宏，奉皇上圣谕，阻止任何人进入兰陵殿内室，强闯者斩！这次确实多亏段大哥相救，若不是段大哥舍身相救，我早就成孤魂了。是我情愿不后悔，我的爱有你才完美。哭了，相爱的人难相随，我情愿为你醉，花儿憔悴，苦酒都。我好像很久没听过段大哥的嘘声了。很久没吹了，曲都成旧调了，而且我那个土埙也早已遗失了。我的爱有你才完美。皇后请安。快请起。魏夫人又为汉室诞下第3个女儿，辛苦了。切记要好好保重身子。谢皇后关心，请皇后上座。我是来带太皇太后送礼物给小公主芈月的，没想打扰你休息。点心已经准备好了，请皇后。这是玉麒麟，你知道这其中有什么意思吗？你一胎一胎的生，就是不见生个皇子出来，太皇太后都怪我送的礼没有带彩头呢。臣妾一直未能为皇上诞下龙子，实在愧疚，累及皇后更感不安。希望带了这麒麟送子，朱毅啊，就能带来个皇帝。你明白就好，下一次可别再让皇上和2位太后等上10个月，又再次失望了。皇后，你看，朱毅很喜欢你送来的礼物。朱毅乖，我们摇着麒麟，请麒麟快快送来个小皇帝啊！别让2位太后和你父皇失望啦。臣妾带小公主，谢太皇太后和皇后恩赐。可真是不巧啊，小公主一出生就碰上高祖庙失火，难怪有人说是灾星降世啊。但是这怎么能怪她呢？再怎么说也是龙裔啊。不过她出生的也确实不是时候。所以，2位太后决定不摆百日宴了，只能委屈她了。皇后别这么说，小公主不委屈。在失火之后，臣妾就反复思索，若为小公主铺张设百日宴，与礼不合。本想奏请太皇太后取消这家宴，现在好了，原来2位太后早有此意。如今，臣妾也就心安了，让朱毅与我们一起守孝就好了。你明白就好，那我就放心了。摆驾。皇后金安，皇后金安。这是什么东西？现在是什么时候？宫中上上下下都穿素表孝，你却佩戴彩缨。妹妹喜欢，看着会笑。皇后，是奴婢不好，奴婢没有看好小公主。这可是冲撞祖先，是不孝。
岂是一个贱婢能顶罪的？祖母本来最爱涂寇丹的，可因高祖庙失火扶丧，现在都不着色了，只是涂上香脂就算了。想为高祖尽一点孝心呢。连祖母都这么有孝心，可那魏夫人却不将这事放在心上，竟然让魏长公主佩戴彩缨到处跑。啊？本来孙儿并不想烦扰祖母，但是兹事体大，不能不禀报啊。他居然这么不小心呐！母后，不小心说的真是太轻了。她连生3个女儿，仍得皇上宠爱，心也大了，气也粗了，不再安分了，连娇儿都要受她的气了，还会守规矩。本来还剩1日就过守孝期了，可是那魏夫人却不肯安分，如今叫孙儿如何是好？如果赏罚不分，今后如何面对后宫一众嫔妃？可若赏罚分明，只怕有人又说娇儿欺负她。她就是仗着这一点欺负娇儿。但是母后，这种事不能不罚呀。一来她有违孝道，二来她教女无方，三来朝中大臣都遵皇命，穿素服5日，后宫嫔妃反不以身作则，怎能服众啊？她上愧对祖先，下疑惑后代，外遭人画饼，不但要罚，而且要重罚她。禀太皇太后，魏夫人在外求见。让她进来吧。诺，祖母，你要为孙儿做主啊！臣妾参见太皇太后、皇后、窦太主。听说你做错事了。是，臣妾教女无方，让魏长公主佩戴彩缨，有违皇上素服5日，以表孝哀之圣谕，大失体统，求太皇太后赐罚。知错就好了。这女儿啊，别看她现在年幼，若不严加管教，以后就骄横任性，不顾你心意，不管你死活，只管争脸争宠，不让你安宁。臣妾自当谨遵太皇太后教诲，严加管教3个女儿，绝不让她们长大之后恃宠生骄。你肯受教就好，不然若是在寻常百姓家，就会弄得家不成家；若是在后宫，则免不了一场血雨腥风。端午快到了，过节之前，你就去知事、知宿部吧。一来是思过，二来为先帝也为哀家尽点孝心，三来你也好为自己之福泽。步有多长，你的福泽就有多长。诺。魏夫人。姐姐你怎么来了？即是绵长孝思，我也来为太皇太后尽一份心，与你一起为自己知福。说是为自己，实则是为子父。子父心中感激。当日嘉慈离世，正好皇后及其他姐妹们为皇太后庆生张罗，这宫中上下谁会关心我这个避喜远离喜庆的伤心人？只有魏夫人亲自为我熬汤，助我安眠，又带我到蔚兰亭畔，教我点放竹筒灯，为王母祈福追悼。这都是举手之劳，但却让我感到这宫中仍有温暖情谊。
我们这些人每天都要看皇后的脸色，眼看你受委屈，我们也不能说什么。还好这次太皇太后未有重罚，而且没有下令只许你一人织布，我才可以过来凑数帮忙。凑数，不妨就多算我一个吧。赠香之情我不会忘，当时幸亏有你，否则皇上许久没来我处，一来若发现炉中无香，我囧都要囧死了。我进来的时候就已经看见姐姐了，你还想在外站多久呢？我做了些小菜，自己一个人吃不完，就带过来了，看你们可不可以帮帮忙。藤姬有心了，3位姐姐都来看子夫，子夫心里真暖啊。这几年，你是如何对待宫中众人，大家有目共睹。正因为你一向良善仁惠，事事以德报怨，所以宫中众人都想为你出一份力。只是你经常被责怪，委屈你了。子夫有3个女儿承欢在膝，这次能将功补过，能得到3位姐妹的帮助，没有委屈，只有幸福。魏夫人就是这样，什么艰难的事到她身上都能开心面对。我儿时的周夫子曾经说过，笑着日子容易过。以后呀，我们都要向魏夫人学习。要是人人都像魏夫人一样，宫里就真的和乐多了。是啊，你们就别夸我了，我也是一步步的在学。我们一起知福存孝，为太皇太后福寿延绵，奉体为安，祈福。皇祖母，城楼上风很大，我们还是进去吧。没事，哀家想再感受一下这居高临下、壮观的豪情。彻儿，你替哀家放眼看看，这河山是否一如往昔秀丽壮观？一如往昔。好，河山没有变呐，但是我的彻儿变了，俊威凛凛了。彻儿长大了，稳重了，懂事了，国事家事自有主张。哀家的眼睛虽然看不清，可是心是雪亮的，站在这儿就可以感受到大汉的子民安居乐业，气象和顺啊！好啊，彻儿，你初登帝位，总以为祖母处处阻拦你，你可知道？当时你只是一个20岁不到的新君呐，在你的身边有多少小人阿谀奉承，有多少豺狼虎豹拥兵自重？哀家是怕你年少气盛，中间难分呐。当初虽然没有体会祖母一片苦心，但随着年岁增长，孙儿已明白祖母所做的一切皆为大汉着想。祖母比孙儿看得更远，看得更高。前有吕后乱政，留下恶名，未免猜夺唾骂。哀家几次欲撒手不管政事，但祖母常常梦见大汉江山突变，半夜惊醒，吓出一身冷汗。
祖母不怕被世人唾骂，就怕贤人说彻儿半句鄙言。祖母，就算有冤魂来找，哀家也不怕。但凡有人教唆挑拨，哀家就先下手为强。祖母，你放心，孙儿一定会励精图治，回报祖母一片苦心。好，好，那祖母就放心了。夕阳虽好，却已是黄昏，跟哀家一样，时日无多了。祖母为大汉造福匪浅，见得深广，一定能长命百岁。哀家的身子，哀家自己清楚。再说，长命百岁又有何用？只盼孙儿能替大汉承先继后，能够成为开创盛世的千古帝皇。孙儿一定不负祖母所望。那哀家就心满意足了。一个老人还有什么能比得过能够盼得孙儿成才成器？孙媳贤孝了。这些布是你织的，哀家让人放进来的，让你织布。也许有人认为是在罚你，其实是想求证一件事情，而且也已经证实了。你进宫这几年，如何对待后宫上下，哀家偶有所闻，而这里的素帛却是证据。太皇太后，一个无权无势的人，竟能在纷争最多、戒心最重的后宫，得到嫔妃婢仆的真心尊重。好一个魏夫人呐！臣妾一直觉得，这后宫就是天子的家。中间纵有吵闹，但是大家的心都是向着两位太后和皇上的。只要以心相待，相信一定会和睦相处。和睦相处，那就要分享地宠。你舍得吗？将心比心，看到姐姐妹妹们都能得慕圣恩，臣妾心里也为他们欣喜。上善若水，水善利万物而不争。
有这样的心，是你的贤淑。难怪彻儿总说你不凡。太皇太后过奖了，是皇上恩宠。哀家最希望的，就是你能为皇帝生个皇子。臣妾明白，可是，一切自有天意。哀家不是抱怨什么，只是深信皇子由你管教，必不骄纵。若出自其他嫔妃，就难说了。你心善贤良，必得天助，终会为我汉室天子天孙继承千秋大业。谢太皇太后宠爱。你织的素帛，很快就可以用来做丧服。哀家也预先叫人磨好碑石，将来好写下哀家这一生。太皇太后一定会福寿绵长的。哀家不畏死，哀家力争3朝70多载，也活够了。高祖闻治天下，立我大汉江山。孝文亲尝汤药，弑母至孝。薄太后得诏后宫，母仪天下。哀家也辅助了3朝皇帝，无愧无悔，只遗憾与你尚未深交，不曾施恩于你，却已经要别离了。太皇太后对臣妾已恩重如山。当日因为臣妾入宫引起的波澜，导致皇后自杀，太皇太后也不责罚臣妾。皇上离宫，臣妾欺瞒行踪，太皇太后也宽恕臣妾。还有，既说哀家有恩于你，那哀家就冒昧相求。太皇太后有何吩咐，请说。哀家主持后宫几10年，管教汉室几代子孙女眷，娇儿是其中最懂哄我高兴的，也最得我宠爱的，可也因此骄纵出她的刁蛮跋扈。子夫，将来他若做了什么大逆不道之事，但愿你能救他一命。太皇太后别这么说，臣妾何德何能？况且还有皇上。不，哀家只怕下杀令的就是皇帝。彻儿是千古明君之才，可最容不下娇儿的就是他。既已君临天下，只怕他日一道圣谕，不说情分，只谈国法。臣妾明白。皇后若出事，最有可能统领后宫的就是你。若皇帝要杀娇儿，你就看在哀家的份上，保住他的性命，就当是还哀家的恩情，可以吗？臣妾谨遵太皇太后之命。
有你的承诺，哀家。无憾了。这几十年来，陪在哀家身边的，始终是你。最令哀家窝心的，也是你。纵使你有千万个不是，你始终是哀家的手心明珠。母后，哀家所有的金银财物，奇珍异物，全都留给你。母后，娇儿，你虽然娇蛮任性，可你也最懂得哄哀家开心。哀家活了如此一生，却觉得管教自己的孙儿，远比管治天下来的难。娇儿错了，娇儿不孝，让祖母操心了。祖母要走了，娇儿，让哀家好牵挂呀。哀家留给你的，是一样最宝贵的东西。一道保命符。
彻儿果然长大了，哀家就能放心，把你祖父和你父皇的基业交给你了。彻儿最近忙于政事，但仍然不忘请安，孝道可嘉。哀家就赏你准奏二字。前有吕后乱政，留下恶名，为免猜夺唾骂，哀家几次欲撒手不管政事，但祖母常常梦见大汉江山突变，半夜惊醒，吓出一身冷汗。祖母不怕被世人唾骂，就怕贤人说彻儿半句鄙言。就算有冤魂来找，哀家也不怕。但凡有人教唆挑拨，哀家就先下手为强。后宫之首是谁？当然要由统领后宫的皇后去办。皇后是你说废就能废的吗？我这个做母后的，实在没有能力为你们遮风挡雨。母后别再难过了。我觉得自己很不孝，太皇太后走了，按理说我本应该伤心，可不知为什么，我竟然……儿臣知道，深宫数十载，我虽登上了皇太后之位，却没有一刻不是战战兢兢，如履薄冰。以后，母后可以安享晚年了。这么多年，你出生，我怕你不得父皇欢心；你聪明讨好，我怕你招人嫉妒；你处理太子，我怕你遭人陷害。直到你登上皇位，还是怕你惹怒了祖母，被拉下来。母后可以做的，就是无时无刻的察言观色，在祖母身边，一直替你说好话，保住你的皇位。祖母只是太过深谋远虑，喜怒不形于色。当初儿臣又年少气盛，才让母后经常为儿臣担忧，提心吊胆。提心吊胆，好贴切呀！几十年了，我终于可以自由自在地度过我的晚年了。母后一定会顺心顺意的安享晚年。母后顺心，儿臣才能顺意。母后生我居我，抚我恤我，养我育我，顾我负我。儿臣答应母后，只要有儿臣一日，
就一定遂母后所有的心愿。有你这句话，母后曾经受的一切委屈，就都不算什么了。许昌丧事不办，免去丞相之职。武安侯田汾拜为丞相。太常定失序无德，恳请陛下将其罢免，以安朝堂。谁来顶替？又是用舅父的门生？臣奏请以城西修兵士，是供汉宫用，还是供你的丞相府啊？别讲了，都是田汾谋利自肥的想法。要朕再看，也是无朕的眼目。陛下，再怎么说，他也是你的舅父。那又如何？这3年来，他用人为亲，贪赃舞弊，如今越发猖狂，竟奏请收城南田地以建粮仓。朕不如将整个悟空都给他好了，否则朕就废相保君威。